探戈杂谈室。Ni vos ni yo supimos cuál se perdió, ni donde el bien y el mal tuvo un día final y otro día comenzó.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探戈杂谈室。最近有点太忙了，终于播出时间可以进行我们的下一集。那今天我们的贵宾呢，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跟他们认识，所以到现在已经有6-7年的时间。那因为是在阿根廷，我去阿根廷进修的时候认识。最近一次又在碰面是今年的5月，相隔6-7年。我觉得他们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当时我在那边，我记得今天的来宾是一对夫妻。那男生呢，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是音乐家，不太会跳。那女生已经算是蛮会跳的，但是这一次来他们是带着盛名而来的。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几个阿根廷本土比赛的冠亚季军都有拿到。而且在小红书上面也非常的红。那这次前阵子来到台中也有为我们有一个演出。等一下我们会放个小小的片段。还有那他们在阿根廷生活了很多年，也有一个小，所以有时候小孩等一下可能会入镜。那我们等一下请他们也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所以 Hello， 欢迎露露与玛利亚诺。Hello。Hello everyone.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Mariano. Could you introduce yourself a little bit? Okay, I start. Okay, my name is Mariano.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English or Spanish. I am from Argentina. I am 37 years old. I am dancing tango like by many years. At the beginning, sorry, our son kindergarten today. Also, I am a musician. I am a pianist. I love everything about art, and my passion is try to share this our Argentinian culture t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柳州的一个农村小女孩。大概在8年前呢，我在上海学过探戈之后呢，我觉得就是经历了一些不同一个探戈学校的那个学习和成长了之后呢，当时我有意向就是换一个探戈学校，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比较初学者嘛，然后我就是对于选择哪个学校上面感觉到很犹豫，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比较正宗的。然后呢，当时我们几个女生就是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说，哎，那不如我们一起去一下阿根廷好了。去阿根廷看一下，那我们就至少知道哪一家的探戈可能更接近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所以呢，我们就3个人一起来了阿根廷。我们来了阿根廷之后呢，我们就都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就是那种松弛感。就他们每个人都是那种很松弛的人生状态。那就是他们当时的这种人生状态，正好是我当时渴望想要得到的。所以呢，我就很冲动的选择留了下来，一留就留了8年。所以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所以为了我们那个时候在阿根廷相遇的时候，其实我才刚留下来没多久。所以隔这么长时间，你看到我们就是这么大的变化，但实际上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你知道吗？对。那当初另外2位女生现在也还在阿根廷吗？在。还在。对。另外一个女生，其中一个是我的妹妹，双胞胎妹妹。那另外一个呢，她是算是一开始
旅居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当时阿根廷它只是作为其中一站留下来，然后之后呢，他有去其他国家到处还继续他的旅行，但之后呢，他发现原来阿根廷还是最符合他的这种人生状态的，所以他又回来。那么到现在他也算是长期定居在这里了，所以我们3个人到现在还在这里。但是你在旅行的时候感觉到他们的松弛感，跟你实际上生活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你现在也有拥有他们这样子的松弛感吗？我觉得我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可能是在他们的这种松弛和就是我们在上海的那种紧张感之间吧。因为呢，我一开始是属于非常松弛，就是想跟他们一样。那后来我发现呢，其实阿根廷人也有松弛和不松弛的。就是要看他们有的人是有的人是比较努力的，比如说阿根廷这里有很多就是上半天班的这种工作，但是像我在上海很少看到有半天啊，很多不仅要上全天，甚至他们要加班。所以呢，在这里有很常见是那种上半天班的，那有一部分人就选择，哎，这种生活就很好，所以他们可能会上半天班，然后去跳探戈这样子。那么也有的人选择上半天班，但是在探戈上面依然上很多课啊，然后比如说当舞会组织者啊，或者是就是跟某一个人就是很努力的练习，然后想成为职业舞者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在我意识到这里的人其实也有不同的生活状态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我想要的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松弛，因为我在这里还是有面临生存压力的嘛，我还是要工作啊。然后呢，工作上面我也希望是可以稳步前进的一种状态，也不是说要很拼呐、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比如说，有一段时间阿根廷有一些大师营嘛，那有一些大师营的时候，比如说一整周每天6个小时的课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呢，我其实有去过，但我发现呢，如果是一整周都是这样子之后，其实生活的。就是这个，就是状态其实有被压缩啊，包括工作，因为人的体力其实很有限，所以呢，我就觉得，只要保持就是自己能够接受的，就是最大的值就可以了，就是在自己最大的值里面，那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经常超过的话，我觉得人会很累。所以我现在是属于啊、既有在，哎，所以我现在是属于有在保持学习和保持工作的这种状态里面，是我比较觉得能够接受的状态里面。不好意思，我们家咖啡在捣乱。没关系。So you talk about the balance between tango, job, and family, and about Mariano, you are a pianist. But how do you balance your music and your dancing? How do you do that? It's a big question because every day also I try to manage that, because now luckily we are working more about tango, especially when we travel, of course. But sometimes, music and piano is like my first love. Okay, of course, my wife and my love, but when I play piano, also I feel that I go to myself, no, and also it's my first work to teach. No, and here in Buenos Aires, I teach in the university, in Arts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here in Buenos Aires, and also in other music school. The idea is, of course, continue with this part of my life, but every day and every hour now, I think when you go deeper to tango, of course, talking about dance, no, because tango, of course, also you have the music. For me, also is a philosophy, especially with the. Oh, sorry, 1 second. 爸爸这样子，不好意思，接电话吗？我们现在是那个住到就是刚刚搬家，然后呢，啊，第一次尝试网购，所以他要保持跟那个人联系。没问题。
维伦，你现在工作很忙吗？最近蛮忙的。对，好像刚刚有一个就是大师的活动，对不对？对对对对，才刚结束那个大师的活动。对，大师，而且那个大师活动前我也生病了，一直到老师离开，大概过1个礼拜我痊愈这样。所以前几天也都还在养病。但是活动办的蛮好的。对啊，我有看到 post 的那个在 Facebook 上面的那个照片，好像人非常多诶，很成功。哎呀，因为老师很有名，靠老师的名气这样。对，但我觉得就是就是台中有那么多，当然我可能有一些人是从台北过来，对吧？对不对？但是活动真的看起来很成功啊，我觉得很热闹。对，但是其实我自己看，像你们那一次来也有一堂课嘛，然后过没有多久，Claudia 跟 Esteban 也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老师嘛，这样其实台中算是连3场。那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活动，说实话，台中人的比例比较偏低，你们的跟 Esteban 他们的呃台中人的比例算是偏高，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刚好有撞到一个韩国的大活动，所以有一些台中人他们就没有在国内就出国去。对，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我希望老师这次的活动都只有在台中，我完全没有让他去台北。不然去台北我知道一定可以收入更好，可是我就希望这个好的资源是留在我台中，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可惜这样。但是我也觉得，外地的人愿意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所以我觉得活动本身是很成功。我们希望下次自己的学生们也可以参加更多一些。这样。对啊，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就是当然就是就是也很取决于就是那个基数啊，但是呢，就是整体跳舞的人的那个基数，但是我其实觉得，活动越多，对于探戈圈的活跃度其实越有帮助。像嗯阿根廷是也会经常同时有很多活动举办，像比如嗯说，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阿根廷这边有同时举办2个比较大型的比赛，一个嗯呢是那个马拉布，嗯另外一个是贝手，就是这2个场地你应该都比较熟，对不对？知道。所以呢，是相当于是这2个场地同时举办那个比赛，那也有人哦。就是两边都报名参加，所以嗯。呢，呃，现在阿根廷是很冷的，现在室外温度只有3度，所以其实好非常冷。冷哦。对呀，好冷好冷，外面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草都是像结冰一样的。有结霜这样吗？啊，对对对对对，但是不嗯。只是霜哦，真的是像冰一样，就是硬硬的，包括那哦。个车子上那个玻璃窗，就是完全就是很硬的一层冰，要用哦，这个哦。温水去融化这样子。对哦，很不一样的。对对对，所以呢，像这种时候是阿根廷的淡季，人是非常嗯少的。所以他嗯们举办2个就是大型的活动，也是为了让大家就是再出来，因为比赛人会想办法把那些人拉出来，说，哎，今天晚嗯上出来跳啊，怎么样？但这两个比嗯赛很有意思的是呢，在马罗布的比赛就是完全是由观众投票，嗯来决定自己的，但他嗯的那个预选赛相当于有2周的时间，就是说嗯每周有3到4场比赛。那如果说你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你没有晋级，你可以继续比，就是一直比到晋级为止，或者说比到预选赛结束为止。嗯然后呢，但是从半决赛开始呢，马拉布这边他们是依然由观众投票。那么e b e s o 那边呢，是从半决赛开始会有评审团介入，所以呢，就是为了实现相对的公平嘛。如果是像马拉布这样子的话，完全由观众投票的话，那么如果大家都不带人的话，就是观众投票会相对来说公平一点，因为反正观众也不认识谁。那么他们的投票可能相对公平。但是如果有人带人来的话，那么他的票数一定会增加嘛。对呀。所以如果你想要继续晋级的话，你就要带更多的人来。所以半决对呀。赛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就是组织者会把桌子弄得很长。这样子的话呢，啊。每一个选手，比如说带20个人呐、10个人呐、这样子，带很多嗯的亲友过来给他们投票。所以嗯呢，
一直到决赛。那如果你决赛想要拿冠军的话，你就要带更多的人，所以这对于舞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在淡季里面可以让舞会里面人保持就是很多的一个途径，因为他这个比赛相当于持续几乎一整个月，所以他相当于这整个月都可以有很多的人来舞会里面。但是 EBSO 的话呢，它就会有评审团介入，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带人，但是评审团，就是他的就是怎么说呢，他的那个角度可能也会更客观一点，就可以保证比赛相对公平一点吧，这样子，所以还蛮有意思的。那我在阿根廷是属于完全的，就是舞者，然后呢没有组织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就完全是看他们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个散客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活动越多对我们来说越好，因为我今天不一定想去舞会嘛，但是至少我想去的时候就有舞会。对，这样子的状态肯定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的它的，就是成熟的发展的话，应该最基本的就是他们想跳舞的时候就有地方去跳，肯定是最开心的。嗯，对，没错没错。现在台中，我们算是有每个星期五六都有固定的舞会，但是就是仅对啊，限星期对啊，五跟很好。星期六，嗯，还要再继对啊，续努力，还有我有收到你的那个学生发的那个视频，是在你的那个教室里面拍的，然后说啊，啊、啊有在学习啊，怎么样？然后我说这个场地很漂亮，说这是为了老师的场地呀、对啊，那我觉得这个成长是需要过程嘛，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上海也是只有礼拜五和礼拜六是有固定舞会的，那个时候哦，还有礼拜天，哦，只有周末3天呢。那像嗯现在上海，我觉得已经几乎每一天都有舞会了，所以我觉得嗯，成长就是感觉好像一眨眼就好像变化很大。对啊，其实就是坚持继续做下去，就是往对的方向走，一定会长大。只是就是啊，看着现在，好想赶快到以后这样，但又不想错过，就对呀、好像但是养小孩，我对不对？是，所以我很佩服你啊，就是一件事情可以坚持这么久，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我想当初我就是希望台中也是这样，天天都有舞会可以参加，这样我觉得我就成功了。这样，只是中间要熬好多年。是，所以说嗯，前人栽树嘛，后人乘凉，就是栽树的对啊，那个人总是最辛苦。真的是蛮辛苦。嗯像阿根廷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很多人，现在你想开个舞会，你只要找一个场地，然后 post 一下那个信息，那基本上就可以开起来了。但是作为前人的话，你就要就是先培养一大群就是汤的爱好者，然后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嗯，所以后人乘凉是真的很好乘凉，真的是这样子。真的。那你现在算是在阿根廷的世界的中心，探狗的世界的中心。你觉得你看到的探狗跟你当初在上海看到探狗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原来是看到一个点，这样嗯就真的是感觉在汤哥的广场上的那种感觉，就可以看到很多。但是呢，无形当中其实也是会感觉到，有时候内心会感觉到有一些焦虑的，就是因为你天天看到的全都是最优秀的大师，他嗯们是这样子嗯跳。嗯然后，即便是在舞会里面，就是尤其是我们像你来阿根廷也知道，我们去的舞会呢，也都是相对来说质量比较高的传统舞会嘛。那嗯么，即便是传统舞会，优秀的舞者也是很多。所以我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作为一个零的 beginner 在这里，所以就感觉到自己哇，好像是真的是金字塔的最底层的那一个。
所以就感觉哇，这个差距好像好大呀，就觉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就是成长，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因为你看到他们跳那样子跳，然后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探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跳探戈？因为我即便是经常去上课，经常去舞会，但是不认为自己跳的是探戈，就觉得自己还是在那个照葫芦画瓢。所以就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可以是跳探戈的状态呢？就是不是那种茫然的跟随做步子，就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有一点焦虑一开始，然后上很多课，但是上很多课了，最后呢还是觉得怎么还是那么大，到底要上多少课？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呢？所以花了很长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一开始因为也没有舞伴嘛，没有舞伴的话就会更难。然后我又不愿意，就是说，其实也不是不愿意，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呃，想要去找一个好的舞者，就是一起练习啊，或者是一起搭档去比赛啊，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个时候确实一开始要为生计奔波嘛，然后也没有那方面的这个多余的那个预算，所以呢，就感觉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像那个在独木舟上面，一直是一个人，然后往前走，然后周围都是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岸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一直到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差不多4年之后吧。然后呢，是有一次机缘巧合，我跟马里亚诺一起回国探亲，然后呢，我有亲戚在上海，那加上因为我之前本来就是在上海工作，所以呢肯定会有在上海停留，所以呢正好碰到上海探戈节，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上海探戈节。然后马里亚诺就是很受欢迎在舞会里面，因为他作为阿根廷人，对吧？所以肯定就是在舞会里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状态。对，所以呢，他跳得很开心，然后呢，会有很多女生主动来叫他跳舞，所以呢，他在那里玩得很开心。然后呢，呃，在那回来之后，他跟我说，他说：“诶，你去上课的时候可不可以带上我啊？因为我上小课比较多一点，因为一个人的话去上大课，有时候如果男女比例差别很大的话，其实是比较难，所以我一般都是上小课比较多一点。”他说：“你上小课带上我呢？”他说我他说我在探戈节跳得很开心，但是呢，我跳着跳着就觉得好像自己的东西非常的有限，因为连续3天嘛，你就会跳到一样的人。然后他说他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跳的一样的人，但是我做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新意，或者说东西非常的有限，他说他忽然就觉得自己东西不够用了。然后呢，他就说能不能带上他？我说没问题啊，那要不然我们就一起去。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去上课，但是我们还没有说约定，就是说我们作为搭档怎么样，因为他还是很喜欢钢琴，还是很享受他自己原有的工作。但是在那之后呢，是因为我们2个人都很喜欢旅行嘛，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去旅行的地方呢是新西兰。我们说我们一起去旅行吧，然后我说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新西兰，因为那个霍比特那个电影嘛，我说我很想去那里看一下。然后他说，诶，那我可以联系一下我的朋友，因为他有去过新西兰，说能不能就是见面啊之类的。他一联系呢，人家说，诶，正好我们这里有个探戈节啊，那你们要不要来做 workshop 啊？然后那个表演啊这样子。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只是想去旅行，但是突如其来的这个工作，然后呢，我说不行啊，我说如果是要工作的话，我说我是不接受这种很随意的去给别人分享，我说我需要有完整的体系，我们要分享什么，然后我们要给大家就是带来什么，我说我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因为这个事情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呢决定一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我们就一起上课啊，一起准备课程，包括表演。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一起上课。
所以我跟他一起搭档了之后，我才感觉自己好像走在了探戈的路上。因为我觉得好像自己所学的东西终于可以用了，就终于可以实践了。因为你去舞会里面，尤其是作为跟随者，其实很被动。你去舞会里面，你挑的时候，就是不一定是你学的东西，就尤其是步子，就是不一定是你学的，而且每个人的跳法也都不一样，就是不知道自己学的东西到底要怎么用。所以我跟他一起练了之后，至少在练的时候，我知道哦，原来我学的东西是可以这样子用。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有在，就是建立自己的那个舞蹈的感觉。不好意思。Okay, you want to continue your answer because yeah. Okay. 这个你妈妈。Okay, I continue. Sorry. It's okay. No, what I wanted to say that later when you go deeper, and of course you know when you go deeper to something, you realize that later you need to have like more time and more study, more practice, and sometimes this moment that before I used to have for piano, music, or my career, later you are changing your priorities, no, and now always Lulu will say, okay, first priority, okay, our son. Later, tango, no? And how we dance. And of course, sometimes before I wanted to say yes to when some orchestras or some music project they call me, okay, we need a piano, and always I wanted to say yes. But now I prefer not like to continue dancing, and I discovered it's also really beautiful. Like my first love, my first passion, like I said, like piano. Another ¿qué pasó? And do you have your own orchestra to play piano with right now? Yes, I have one. It's called Dramatica Tango, also with one female singer that's called Paula Marcia. But now after the trip China, that we were teaching, or I think you were talking, and now I didn't have time like to return, because now we are also with a lot of changing. We moved the house, and we now we are living quite far from the city, and then now we have to change also everything, our structure of the life. Then until now we're still accommodating our life. I see. Lulu, talk about your experience in Shanghai Festival, that you have lots of joy over there, so you want to take more lessons. Then later on, you went to New Zealand for the festival to organize to teach the workshop over there. So I think it's like we Chinese, we say that people, time, and location is all matched together to make you success one thing. And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way you move on more than tango dancing? Yes, also yesterday with our teacher,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at, no? Because for me, tango always was like a hobby, no? And something like to try to enjoy. I don't know if the word is to say relax, no? But you know, I have like a lot of pressure with music, no? With my piano, no? That I had to practice and work hard and everything, and I didn't want that for tango, you know, because for me, if later tango is changed like a job, or like yes, something that when you earn money with something, later you change like your idea, no, your mind with this subject, no, the what you are doing. But yes, later we realized, no, that when we are one thing is you know you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you dance in this way, but later if you want to work
in this world, no, of tango, and also about there are a lot of professionals, no, and if you want to continue being in this part and want to to work to continue working, you have to continue improving, no, and then in this moment, I realized, okay, then I think I don't have to take more like a hobby or something like to enjoy. No, also I have to take more serious. Not like to realize that it's not only to go and embrace, to feel. Because for me, normally I go to the milonga like more social, no, but now. You have to think more about the technique. You have to think more about how to have the connection and how you teach, no. And then every day we are trying to work and improve in this part, and that's why now we feel okay, yes, now it's our job and we have to take more serious. Nice. Bueno, ya te doy.